虽然是小溪哈，其实它这里这个面还是很大的哈。大家看，基本上这个画面的一大半啊，占据了画面的一大半哈，这么一个空间。最近在我们公益群里看到很多粉丝朋友们说，哎呀，我开始画老师的彩墨山水啊，越画越年轻，也觉得自己觉得挺开心的一个事情啊。希望大家都通过学习彩墨山水画，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开心。画水的话哈，首先第一就是不要去基本上哈不要直接用墨啊这去画，就用色墨。色墨是什么意思啊？你比方说，我们根据我们画面的多少来决定，哎，我这里用多少水分，是吧？一点点水分，不要太多。就是说我直接用颜色，你不要太清蓝，胭脂。山绿、藤黄，你看，这是几种基本色调哈。根据自己的需要，哎，你觉得这个它还比较颜色还不够厚重，好，你可以再加一点，哎，那个胭脂色，哎，一下子你看，马上这个色调就厚重了。如果你觉得还想它再厚重点，可以适当加一点墨。把你要调的颜色，争取就是把它调成什么呢？蓝灰色或者紫灰色。调好以后，把它颜色全部调均匀了以后，然后把笔刮干。这个时候要注意哈，你看，连笔根带笔尖一起刮，基本刮到不出水分了，然后再把笔尖要画水的时候哈，有一系列的动作啊，再把笔在盘子里转动，转动以后，主要是不要把它画的太均匀哈，关键是这个时候要学会什么样呢？啊，要学会手要抖动，画出水的一些感觉。一般来说，就是从哪里开始呢？就从画面哈，这个从中间，反正有石头的地方啊，其实是最好画的。你看，目前这张画主要的地方都是有石头的啊，我就会怎么样呢？根据这个石头的流向画出水的流向，所以说你不需要太动脑筋啊，不需要太动脑筋。我们看看干度怎么样？第一笔很重要。画水的时候，手要怎么样呢？哎，学会手要抖。这个，我看昨天前天吧，前天那个助教老师评完画以后，还专门给大家说了一下这个陈黎明啊。还专门给大家说了一下，哎，手抖动啊，该怎么抖？他这个手抖，他不是说就是手腕，不是说就是就这里抖动，它是整个手臂连着整个手臂一起抖动，啊。当然，抖动也有力道大或小的一个说法。你比方说我们哎
要画壶口瀑布了，是吧？画这种比较这个流动的那种感觉更大的时候哈，哎，这个时候我们就手抖的厉害一点，感觉到它这个波浪啊，这个在里面产生的变化会大一点。如果像画这种小溪呢，它抖动的感觉呢就不要这么大啊，不要这么大，但是要抖，这是一个。第二个，在抖的过程中，其实画水难是难在什么呢？我们在抖的时候还要很自然的让这个水它转动，就顺着石纹转，它的那个幅度啊，要顺着石纹要画出。你比方我这里，哎，它是这个幅度，那我们就要顺着那个石纹走，不要怎么样呢？不要到时候本来这个石纹是这样子的，就石头这个外边缘的形状是这样子的。你抖的时候，由于在抖的过程中是非常不好控制的啊，你这就全部抖直了啊，那也不好看。你看，我们基本上是顺着纹理在走。边画边分析，哎，哪个地方这个像哎，如果觉得这下面这个太直了，是吧？那我们可以稍微下来一点。当时里面有一些浪花产生那种感觉。把这个画好以后，下面这个一样的，大家看，如果是我不说话，你们会听到，你会听到我的手撞击这个画板的这些声音都能听到。这个是有节奏的声音。现在的话不往后啊，看整体的，等会儿，因为现在正在大家在听画水的部位，画水的地方的话，一定要局部放大，大家才能看清楚老师的用笔。画水比较难的是什么样呢？就是水与水之间的衔接啊。你比方说，我现在画了这个，就是画了这个水下来，这边这个水过去哈。好，就要注意什么问题呢？就要注意，那它这个水和这个水之间，你看它就有一个交际的地方，这种交际的地方其实是难点啊。好，一会儿我们这里看怎么样去衔接。老师在讲课时多讲讲什么？点线面。现在在画水哈，在画水的话，点线面讲不到，因为我不可能说是在画水的时候给大家讲画山石是吧？画树啊这些，我画到什么地方，我就会讲到什么地方。你要想听的话，其实我每节课都在讲哈，一会儿我就会讲的。好，你看哈，现在这个画了以后，哎，这个地方啊，我故意把它画上去的，为什么呢？就是要让它产生一些感觉像浪花一样的。我们画水分4个步骤哈，分4个步骤。
然后我现在呢，在完成它的第二个步骤。所以说在完成的时候，刚画的时候，你们肯定会觉得，哎，这个水看到还有点花，还有点怎么样？所以说我们到时候还是第三个步骤啊，第四个步骤加起来，它就不会再花了。这种衔接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时候你看，它下面就没有什么，就没有这个没有石头了。水的流动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哦，它一定是要怎么流啊？一定是要怎么流？它会根据下面的一些这个水底下一些变化。你比方有时候，哎，水底下你看不到，它在水下面，哎，有一块突出的石头，是吧？它这个水暗流到这里，会因为那个石头的阻挡，哎，它就改变它的一些方向。虽然你看不到石头哈，但是它确实就会影响。哎，你看我们现在画了以后，再画水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很简单。你看，我就是稍微用笔根颤笔的形式把它一画，它很自然的由具象的这个到比较抽象的，哎，怎么样通过它把它变化，让它出来水的感觉啊这些哈。把这里画了以后，好，现在其实难画的呢难点是在这些地方啊，但是我们先把顶上先画了。还是将就开始那个墨色。画水，这个你们再看我画上个星期把这个石头布好以后哈，哎，它大的感觉啊这些都已经出来了，但是呢，还看不出它的层次。只有把水画好以后，你看它这个一层一层的层次，它就会凸显出来了。一般我们是画画哈，大家如果以前没有学过彩墨山水的时候画画啊，好多人都是把水是作为什么呢？是作为流控，哎，画几块石头啊，水就流控了。哎，你看，我把它的层次把它一压，如果你觉得哎这个地方啊不能压它，这里是一个层面，那就稍微来一点水的感觉，这又是个层面。好，我这里稍微加了一点这个水纹以后哈，其实还没画第三层或者第四层，你已经感觉到它这个水，你看这边流过来，这边流过去，要注意它的大小变化，你不要都是在比方我这里这么宽，你看这个落差很大，你看这个地方落差就只有这么小了，啊，你不要每个落差都差不多大啊，所以这个在布石的时候呢就要把它考虑好。主要的水画了以后，哎，这边上这些就不要画的这么清楚了。如果地上没什么水分，
加一点水就是了。你看这里有很多的小石头，都要考虑进去。再画后面这些哈，就是说这个水它也有主次之分哈。主要的呢是在这边啊，这边呢你说它在画的过程中哈，它是就不要每个地方都把它画的非常的清晰，非常的就是说把它当主角来画。有些地方就让它虚一点，像这些地方就不画它，倒是在染的时候会染一些倒影会染一些倒影它正好这里是个回水处是个回水处。你看，我们把最好画的都已经画好以后，其实留下来蓝点，那就是比较难画的。为什么呢？空档处，是吧？就是它这里是没有去加没有加这个石头这些它是流水的一些空档处。首先这股水冲下来，好，这股水冲下来以后，这股水冲下去，这个时候我的笔上的水分都非常少你千万不要，我们把这个笔上的水分这个时候弄得很多。你看这个水就画出来了，画出来以后，当然如果是没有水分也不行，我们适当再加点水。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地方留空很多，这里的留空我是准备干什么？到时候会有一些点字数用树把它挡一挡，就是让这个山石和树和水能够很好的衔接。这个水分还多的话，可以在宣纸上别的地方可以稍微把它调整一下。我刚刚说了嘛，这些地方，这个也算是点线面的组合你看我把这个地方加的比较深一点，块面大一点，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些线条或者是水纹这些就衬出来了。刚刚说了，这个地方有一个衔接，
衔接的话，我们可以先把水画出来，画的虚一点。你看我把笔都散得很开，散得很开，笔也很干，干什么呢？哎，这个地方我把它有点水纹的感觉就可以了。在画的时候，那个笔跟纸的关系也是比较微妙的哈。你看，若即若离的。再往下面走的话，就擦的比较凶擦的比较凶。好，我们把这里画完以后，就前面这一点，的话，就要注意什么问题呢？就要注意，你比方说这个地方它有这么大股水冲下来，是吧？冲下来，我们首先第一个，它们这里冲下来以后会产生一定的浪花所以这里你看，我们用点的形式。是吧？用点的形式让它产生一点，这么大一股水冲下来产生了浪花，产生完以后，这个水它就要往下流，这个水是这么流的，那我们就顺着它这个色流一点以后，因为大的趋势它是往这边流，是吧？好，这个时候。我们刚刚说了嘛，大的趋势是往这边在流，是吧？我们这样子，这么过来以后，好，让它们和这边产生一些联系，要保证这个纸是平的，因为纸不平的话，画出来的水它就在画的过程中就不好画。你看我们这个笔因为笔很干，把这些小的这些浪可以把它揉出来。什么叫揉出来呢？你看，笔在纸上揉。这就把它虚下来了。我们现在感受到的是第2个步骤，是吧？现在大家一看，这个水还比较花但是虽然已经感觉到它的层次了，但是还感觉比较花。为什么呢？因为我这里面的石头这些都还里面的亮，跟这个水的亮度它感觉比水还亮，还花。所以说我们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其实也就体现了也是点线面的组合它就要通过烘染把它染得就像一块面一样的。
通过把它的亮度染下来，把水就衬出来了。好，我们这里调点颜色。首先第一这个就不要去用它了，为什么呢？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像山绿啊或者这些但是我笔上的颜色还是可以用的。我首先调一笔，我只需要调一笔水以后，它就把它稀释了，就没这么浓了。这个时候加太极蓝，胭脂，山绿就不加了，因为一般来说染山石的话，山绿加进去以后，山绿的覆盖力很强，它就会把这个石头的纹理把它覆盖了，把它揉松以后，我们就去干什么呢？我们就去给那个完成画水的第3个步骤哪里第3个步骤？首先第一，把这里面的石头你看我只需要把石头一染，马上你就会觉得刚刚画的水就凸出来了。这个办法呢，那我也是经过多年的去研究逐步形成的这么一个画水4个步骤画水4个步骤。大家看，它这个水是不是凸出了？我光是把这里染了，还要把什么？还把岸边的石头一起染，就让石头跟水交接的地方，一定是要注意，不要把它，特别是下面不要把它画的怎么样呢？太光像一条很光的线，那画出来效果就不好了你看我这么一染，大家觉得水凸出了吗？是不是水一下就很凸出来了？把它染好以后，刚刚说了，我们这个边缘的石头还得再去把它染一下。像如果不染它这个亮度是不是也是非常的亮？我们只需要将就刚刚染石头的颜色，你看把它一染下去，这个时候我通过视频上看觉得哇，就是一片很深的，其实不是这个这都能看得出来就刚刚说了，我们这些颜色要做到色不爱墨，就是我虽然把它染了但是呢，并没有去影响它的墨色并没有去影响。老师染石头的时候不是用的红云笔用的中石化笔。因为这个画面呢并不大，中石化笔呢，虽然石化笔它这个就是它蓄水量不是太大但是由于画面不是太大所以说我就直接就用中石化就染了如果我们画的是6尺的或者甚至更大的，比方说8尺的、丈2的，那就有可能我会在这个时候用红云的笔。
哎，你看，在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像这些边缘都要把它全部染掉。染的时候呢，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像这些都是故意安排的，当然这个有可能比较夸张，哎，这个觉得这个浪比较大，哎，但是根据画面的需要，如果你就这么平着下来了的话哈，那你会觉得水太平了，哎，这个时候啊，夸张一点，用夸张的手法，哎，让这个浪感觉到哇回上去的感觉，啊，回上去的感觉。我们顶上一点，这里调点颜色吧。顶上一点，我们加点珠标，加一点胭脂，哎，再加一点藤黄、山绿。这个时候加山绿的话，就加很少哈，加很少，就不要去加太多，就有点山绿的那个。主要是山绿色呢，它是调赭石色用的。染什么地方呢？啊，我们要染的话，就统一把它染了。一样的，也是把水边的石头给它染了。哎，把这个都染一道，不一定全部染哈，就靠近水的地方稍微染一下就是了。别的地方我倒是再通过这个红染的时候、干染的时候把它也去染一下。好，把这些都染了以后，大家再看这个水，是吧？你就感觉到，哎，这个水它凸出来了吗？是吧？一下子就很突出了。开始你觉得很花的地方哈，就很突出。突出完了以后，这个时候我们又再调点颜色。我们首先第一，你看刚刚那个颜色用的并不多了。好，我们加点水，加点水以后，这个时候就不要想着哎呀去把它洗掉。其实，你看我只需要加一点这个，加点苔藓蓝，马上就把开始的颜色就吃掉了。因为你还要用，到时候还得用这些颜色去把它调和、柔和它，所以说呢，那我们就不要去洗它，也不要这么样。好，你看我们把这个画了以后，适当的这个基础上我加一点点白色，这个就达到我要的颜色了。如果你觉得还有点深的话，因为这是染水的颜色哈，好，你可以加点水分。你看我们现在把这个石头染了以后，这个水是非常突出的，是吧？石头跟水是脱节的，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哎，我们又再把这个石头染一下的时候，顺便把这个颜色带出来。这就是染第四步哈，染第四步，在带出来的同时，一方面让这个水跟石头衔接到一起了。关键是怎么样呢？还把水与水之间的层次再把它这个染一下。肯定有学员问了，水与水的层次是哪些啊？你看上面这个水流下来它会很深，是吧？它把下面这个水这个就衬得很亮，这就是它们的层次。这个时候你染了以后，你马上会觉得，这个水层次
就特别明显了。有些地方其实就是一种感觉。你看我们这里下来。它把这个水中也有些比较乱的亮点，通过这次的烘染就把它收起来了。真正流出来的都是自己觉得很舒服的，是吧？很舒服的这个亮点。这样子它就会让这个水显得怎么样呢？显得不花。你看这里留的空间并不大，哎，但是也要把这些浪花呀、小浪花也把它稍微加一点，感觉好像里面这个水的变化靠近指边，这就是靠近指边的，通过这个扦插都不要它太亮。一般我这个染就是在石头边上。好，你们看哈，现在这个通过这个烘染以后，我们这个水像这些都不要它亮，一会儿这个地方倒是还得用那个我们吹干一下。我这里马上就用那个点字笔，我们就把这个点一点这个树，很简单，直接就蘸胶沫，直接蘸胶沫。你看，透过这个树，是吧？透过这个树呢，我们再看到这个水，这个水它就更自然。而且呢，刚刚这一块留白留的太多，包括我这边，包括这边也是一样的。在两棵比较亮的树之间，我们点一些比较深的这个。把这个30里面，稍微再点一下。好，现在看这个哈，基本上这个就出来了。出来好以后，紧跟着我们就要去画什么呢？去把上面那个30，因为今天时间很紧的，
刚刚有学员说要看全景哈，这个时候我们把水画完了以后，给看个全景，是吧？给看个全景。它通过这个以后，你看这个流水就很精彩啊，非常精彩。当然，我们到时候都还可以在石头上啊点台呀，在石头上点台，在这个上面做一些文章，会让它更加的丰富啊，更加的丰富。包括我这里到时候都还得加一些小树啊，包括这里都得加树哈。我们现在呢就要开始画远山。画远山的话，其实这个就开始我们就调点颜色。这个是刚刚画水的颜色啊，当然不要直接用这个颜色，你可以直接到这边来加一点这个颜色。画水呢，它要跟石头衔接，所以我把它画得很深。画山石的话，画远处的山石让它纯一点。什么叫纯一点？就是这里面的这个那个什么呢？胭脂色就少一点了。啊，你看我们这里就在这个基础上加一些太青蓝、山绿、藤黄。你看这个颜色明显就比这个颜色就要怎么样呢？就要亮很多。当然，你觉得让它偏暖色调一点，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加点朱标色，是吧？这个还是中式花。在画之前，我们就说了哈，因为这个画呢，它不是一气呵成的，它是过了一个星期了。过了星期之前画的这些，但凡有画的地方，它就会怎么样？会拉扯，干了以后会拉扯，导致这个不平。这个时候呢，就用什么呢？用这个来控制它啊。看看这个颜色深不深？如果颜色深了，可以适当的在这里面再加点水分，稍微深了一点点。可能有学员问了，哎呀，你这里画了鱼怎么办？这个地方有一点深，没关系，你看，这个颜色是吧？就比它开始加了水分以后就要淡一点了。可能有学员说了，这个画怎么没有线条啊？怎么没有这些哈？我们一直给大家强调哈，我们画画就要遇到什么呢？什么情况呢？你强我就做。你比方说，我这里面是吧，有非常多的这些线条，很实在的这些线条。如果我现在这里面也是画很多很实在的线条，他们两个啊就会怎么样呢？就会互相的都在抢。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怎么样呢？把这里面画的虚一点，突出它。突出它。你看，完全就是非常虚，就是我这画的很虚，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它还是很实的，是吧？哪怕就是这个，它都是很完整的一个块面。好，这里面是很虚的，有亮点啊，有点这些哈，它也是点线面的组合哈。好，通过它这么画了以后，不管我在它面前随便怎么插，随便怎么弄，它还是在怎么样呢？还是在前面。它还是在后面，是不是？这就是我们画画的时候，特别是要注意的这个点线面的组合。把这个画好以后，下面这里我就要开始
开始干什么呢？就要注意它一些变化了。比方说，我刚刚说，哎，这个地方我是为什么这里我把它画的这么块面这么多呢？哦，因为这个地方我是要画水了。你看，因为我这里要画水啊，所以说我把它这里画的比较虚。一个是这个虚呢，它可以让你感觉到哦，这个石头把它凸出来了，大家看是不是凸出来了？第二个呢，要利用这个的浓度，我们把这个水把它再衬出来，所以说一举两得的这么一个事情哈，一举两得。把这里画了以后，将就这个颜色，我们就开始画这个瀑布里面的纹路。这个瀑布呢还是比较大啊，还是比较大。我们在画的过程中就要去分析，像这个瀑布差不多有这么大，啊，有这么大个大瀑布，是吧？就要去分析里面一些变化。你不要去，有很多的学员在画这个瀑布的时候。哦，一看，哦，这个水它是往这边流的，是吧？就一条线、两条线、三条线、四条线，好，够了等距离了，概念式的画法，然后把后面远山也画。那我们在画的时候呢，如果是这么画，肯定它效果就显得很死。怎么办呢？你看，我就故意的在安排了这个下来，我并没有这么直接就画下来了。是吧？哎，我是画到这里以后，这里有个转折，这个转折它就是为什么呢？哦，因为这里是吧？因为这个地方它是怎么样呢？它是有一块石头。你看我在画的时候就是把石头的顶上都画的比较怎么样呢？比较深，然后再往下面拖的时候，来往下面拖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哦，两边都是很毛的，是吧？因为两边都是有水的而且它往下拖。你会感觉到哦，这本身就有流水的感觉，是吧？把这里就拖出了一个什么？一个瀑布的一个形状。为什么这里它又是有一个转折呢？哦，因为这里还有一块石头。所以说我们在画的时候其实都是在不断的怎么样呢？就是去布实，这个布实很重要其实我现在也是在布实好，因为这里有一块大石头。这个石头再大，它就不能超过它，是吧？就不能超过它，这样子它才有一个大小疏密这个关系。我们把它画了以后，里面各种大小的石头，几批就可以画好。这样子你会感觉到哦，这里面非常的丰富，而且很有变化，它就不是概念式的画法。把这一块画好以后我们就可以考虑哦，它这里还有一些石头在里面。边画边拖出，两边都要毛，就是两边都感觉有水在往下冲的感觉。
这里虽然我还没有去画这个水了，但是它已经在注意它的水的层次了啊，注意它的层次了。你看这个水它这个幅度大一点，这个要幅度要小一点，这样子中间倒是一画，它们冲下来就是分了它2个层次。我们把这个画好以后，这里后面哈，其实大家肯定也看得出来，这里我是画的有一些这个铅笔印画了一些线条，画了线条的话，但是你一旦这个在没画之前你是有这个构图，但是你一旦你画了这些以后哈，它有可能有些东西它就用不上了，你就只有去怎么样呢？只有去根据画面的需要。又再去变，这块是用的啥？你看这里就完全就跟我开始要想的就不一样了。相当于这个地方啊，它是2个层面的瀑布，一个层面从这流下来，冲到这个石头上，是吧？有些地方，哎，这里有股水，我们可以直接就可以先，你可以先把这些水纹先画一点，这边也是，先把水纹先画一点。是吧？好，就让大概心里有个数，我下面该怎么画？如果没水分了，我们再加点这个刚刚调的颜色，因为画水的时候，包括画里面的石头都不能水分太多。刚刚给大家说了，我们画这个水不能概念式的去画啊。所以这里面我都一直在分析，哎，我们该怎么办？这个它有些大，有些小啊，有些呢它还要。你看，有些长，就让它有变化。你不要到时候这个地方看，你看这里，它是因为有这个石头给它冲下来以后挡住它了，所以它这里这么宽。哎，这边没有石头了，这个水就一直往下冲。是吧？它就有一个大小长短的一个变化一个变化。
把这里冲下来以后，你看这里又有一股很大的水冲下来，是吧？冲下来，然后我们这里面又有一些又有一个层面出来，边画边分析，哎，我这个层面我该怎么办？我们画这个一定要有疏密关系，你不要去把它们画出来，这个水都是一样宽一样窄，是吧？这就不好看了。你看我有时候在布石，这就是在布石哈，在布石的时候，它有些石头很小，有些石头稍微大点，有些更大一点，它都让它产生变化。我们比方说，哎，这里要收住了，是吧？这里要收住了，你就可以想办法。其实你看，这里什么都没有，完全没有任何的东西，就我就凭感觉。哎，我们在画的时候凭感觉画，像这个地方，到时候就是画画呢，就是一个熟能生巧的一个过程哈，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你看我们现在这么画了以后哈，比刚刚我说的那个稍微还宽了一点都没关系到时候就可以通过怎么样呢？通过它后面的这些变化，还有水中的一些变化，让这个水的层次。现在你肯定看到，哎，就是感觉到都是石头是一个平面的。一会儿把水一化了，它就变成一个立体的这一块了哈。好，我们3点钟了，我们休息一下，大家看，我们今天第1个小时呢，通过这个就画了一些流水这个应该说还是很有成绩的哈。我们第1个小时，首先第一个，这个水其实是非常费时间的哈，非常费时间的。哎，通过这个画了以后呢，它把水画出来4个层次4个步骤已经就全部就给大家说了。现在呢把这么一个大的一个瀑布的基本的框架已经把它就给它画出来了。等我下1个小时上课的时候把这个瀑布一画，把后面的这个石头后面的山石一画，它基本上这张画的构图就好了。好了以后再添加一些什么呢？添加一些小树这些，基本上这张构图的墨稿就完成，好吧？好，同学们，我们休息一会儿。各位老师，现在3点01分，我们课间休息10分钟，3点11分准时上课。
整个这个呢就更加的柔和。这个时候珠标要少加一点点哈，珠标是起着在冷色调里面，珠标就起着一个把它降调的一个，把它弄好以后，把笔刮干，刮干以后，把笔在盘子里争取调出来画水的最好的一个角度，把它画好以后，调好以后。然后我们就开始，哎，你看这里就分了它2个层次，是吧？就分了2个层次，在这画的过程中，就要注意什么问题呢？就要注意它的层次之间的哈，你看我只是把它大的感觉画了，这里面还有很多小的感觉，是吧？这个时候就不要忙着去画，等到笔上水分都不太多的时候，再去画它。而且像这种只需要有点感觉。你看，我只需要稍微擦2笔，有点感觉了就可以了。不一定非要把它画的像非常的具体啊，或者怎么样哈。哎，你看，通过这个画了以后啊，你会感觉画过以后哈，觉得这个水的立体感啊，这些它好像是涌出来、鼓出来的这种感觉就出来了。没画的时候呢，就还是个平面，是吧？就还是个平面。所以说，画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它的一些变化。我们把这个画了以后，哎，上面这里呢，其实也是一样的哈。你要想把它的层面画出来，你比方说，你就要注意它也是一个点线面的组合啊。很简单，我要把这个顶上画出来。我们首先把这个边上画一下，画一下以后，你看水往下流，流到下面的时候，压一下。你这么一压，马上你就把这个前面的和后面的这个层次就把它给出来了。你看这样子是不是马上它就把它的层次啊这些就把它画出来了？画出来以后，好，再往后面的话，我们也是一样的，你看我把这个笔啊，这个在我们这个画砧上哈，我经常是在画砧上或者手上调整到你自己认为最好的角度。这个画水角度如果掌握的不好的话，或者是那个笔调的不好，它画出来水就不会太好。把它
这个水冲下来的感觉，把它衬出来。就这上面抖啊抖动都可以，哎，但是抖到下面，你看我就暂时不动它，或者是要动的话，你看就要特别小心，因为要利用后面的水的这个浓度或者块面，把前面的水怎么样呢？把它给这个衬出来。在衬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你看我这个水它是怎么样呢？是有幅度的。有些学员在画这个水的时候啊，它就是一条直线，啊，这么斜着过来的，就显得这个水特别的生硬，啊，特别的生硬。然后画完以后，你马上你还要怎么样呢？想办法，哎，你看我们这里。把它和这些后面的这个水又把它再衔接，反正总的来说就是通过后面这个水，把它衔接的更自然一点，啊，衔接更自然一点。当然，我们这里面也可以干什么呢？也可以，哎，有些细小的一些变化。拿着小笔，把这里面这些小的石头啊，哎，好多学员在画这种水的时候啊，画的特别的生硬，画的特别生硬。你看我这里再加一点石头，是吧？这里面它就出来效果了啊，就出来效果了。当然还是说了哈，这里面倒是要点台，画些小树枝啊这些，主要都是为了让它干什么呢？让它更加的融洽。你看我开始了。这个水它就是，你看从这里哇流下来是吧，就很长，哎，这就它就有一个变化了，是吧？有个疏密关系的变化。好，再往后面走的话，再往后面走的话，哎，它这里又是一个层面，是吧？又是个层面，这个层面我们就要画的时候，我有意识的把它这里画的稍微深一点。啊，把它稍微画的深一点，哎，然后但是你这里面你会让它感觉到它有什么呢？有水。再往后面走的话，其实啊，这个水纹啊这些都不一定画的这么清晰了，但是这个块面还是要把它衬出来。至于这里面这后面的这些小的这些变化，我们在画的时候，因为就非常小了，所以说用小笔把它稍微处理一下就可以了。你会感觉到就很简单。你看，把它这里画了以后啊，这里画了以后，这个是要注意了，
注意什么问题呢？那我们就要开始有些地方要布匀啊，或者是它这个水流下来有水汽啊这些哈。你比方说我们现在把它画下来以后，这就以叉为主。是吧？以叉为主，虽然我还没开始画这个水，但是我已经把它的一个层面这就画出来了。把它画好以后，我们这里再调点颜色，一样的蘸点水，再加点助标色，藤黄。大家看我画的后面的这个石头啊这些哈，其实我开始也是因为看时间到了啊，我们就随意蹭了2笔哈。这后面啊，那也是要怎么样呢？也是要把它画的比较，就是说它不叫深一点哈，就是块面呢比较整体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直跟大家说，我的画面很讲究的就是点线面的组合啊，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你看，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水纹哈，它的水纹里面有线条，也有点子，是吧？好，然后呢，包括这些石头啦、砧板都是点。如果这里面倒是还像这样子这么虚这么多点的话，那它把这个水衬不出来，怎么办呢？首先，首先我要把这个把它衬出来，衬出来以后，稍微衬一下，你就会感觉到，这些刚刚画的这个小石头啊，这些哈，一下就凸出来了。行了，你看，把它这里一衬，我这个地方啊，很快就要开始虚了。你会感觉到有一些砧法在里面。刚刚是为了把这个水衬出来，所以说你看有些线条。现在呢，马上就要把这个线条就要把它干什么啊？就要让它融为一体。好，再往后面走的话，就不要太清楚了。我一直跟大家说，我的画面非常强调的就是什么？就是点线面的组合啊，点线面的组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抻插点染，一气呵成。抻了以后，赶快蘸点水，把它有些地方融一下，融洽一下。融洽完了以后，下一步这就是匀彩了。这里这个要注意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在没有烘匀的时候，在我还没有烘匀的时候，但是我就已经在注意干什么？在调整这个云的一些形状了。你看，我们这里在调整它的形状了，把这个炊烟别忘了流出来。但是呢，炊烟到了顶上这里哈，
我基本上也就把它给压下来了。不要这个炊烟一直到底，一直留这么高啊，就是差不多到这里就够了啊，差不多到这里。现在画的这个，相当于背景的颜色，也相当于环境色的颜色，统一把它染一下。在染的过程中，哈，你看我们这里都是平的，是吧？都是很平的。哎，这个时候啊，你要想办法把它和云这些衔接到一起。你看，我这里和云衔接到一起，你包括这边，正好利用这个环境色。你看这个树还没衬，把这个树稍微衬它一下，在衬的过程中，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其实跟我开始这个布石那个是一个道理。现在我是在布云，就是我现在还没有开始烘云但是你已经感觉到这个云的一些感觉了，是吧？包括这边这个云这些过来，到时候在烘染的过程中，它就方便多了。我就大概的云的感觉基本上就知道了这边就知道了。我把这里画好以后，就要注意什么问题呢？就要注意这上面这个云其实都已经就非常的这个漂亮了。后面的远山，至于后面的远山这些隐隐约约有一点感觉隐隐约约有点感觉就是了。画或者不画都可以。你比方说，我们就可以。就感觉这个山直接上去了。是吧？相当于我们这个山其实有多高的话不知道。我们现在画的这下面只是一个山脚下山脚下的一个局部的一个东西。至于顶上的话，那还是非常高的，这么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空间。为了把这个水更好的把它衬出来，我把顶上这里就虚下来甚至我们这里也可以
稍微来这么一个远山，这个是很虚的了哈，因为是湿的，你会觉得哎这个山怎么样？其实都是很虚的。把这个画好以后，大家看，我们这个瀑布是不是显得特别的怎么样？特别的雄伟了。好，然后这里面都还有点湿。然后呢，我们就看哈，哎，哪些地方，当然也不要太耽误时间了，我们就可以用吹干的形式。当然也可以先把有些地方先画下来吧，有人先画下来，免得，对吧？将就刚刚这个颜色，我们把下面这一点先画出来。我们这里先可以调点颜色，顶上比如我们上面画好了以后哈，好，我们这下面更加的柔和。你看我到下面就加了不少的这个白色哈，加白色的目的呢，就是让这个更柔和一点。就这个地方，如果你不收住它的话，这里的感觉它就层次感就少了一点，是吧？那怎么样能够收住它呢？哎，我们看，一样的也是先画一条线，画了以后马上就把它虚上去。这么大的这个水下来肯定会产生一定的云气雾气水汽这些。画的随意点。你看，这完全就是非常虚的，哎，但是你看我稍微画一点以后，你会觉得马上觉得，哎，它这里怎么样呢？就有了一个层次，哎呀，他感觉到哦，这里水还有这么大个水流下来，把它的宽度，水面的宽度也画出来了。画好以后，将就这个颜色，我们把后面的水也把它稍微处理一下。后面这个水，它就你就不要把它画的非常的实在了，这么大的水冲下来，肯定会有一些。是吧？可能有一些水纹或者怎么样这些。跟它衔接一下。好，至于这边其实很简单，因为我这里一会儿马上还要画一些树，这个树也是很简单的一些树但是通过这些树把它挡住，包括这边都是这样子的。
不要画得太清楚。我们把这个树画好，把这些水画好了以后，也是一样的，先把它吹干一下。这个也是基本上上课哈才有这种情况哈。这个我们把它画好以后，就在这个地方加一棵稍微深一点的树。墨色呢，基本上就是加点墨就可以了。这是我经常给大家常说的，我们画画一定要注意把各种关系处理好。把哪里的关系处理好呢？你比方说，我现在这里哈，这里一块30，是吧？下来和这一块30，然后和这个草坪还有后面的这个，如果你不管它的话，它们几个呀就各自为政，是吧？就不舒服。哎，这个时候我只需要从这里出一棵树。你看，我只需要从这里出一棵树以后，马上就把刚刚我们说的这些问题啊，全部就解决了。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说了，哎，我们画画其实就是在处理各种关系，这就是在处理它什么？处理各种它的30，是吧？草坪远处的这个远处的这一块山脚下的一个关系处理好了以后。我开始故意画了一只掉下来，目的，因为它是前面的嘛，它就把这个，你看，就把它这个下面的水啊、草啊这些连一下。这里也是画了一些在下面，要注意哈，不管我怎么去画，怎么去弄，它要该透气的地方一定要透气哈。你看。这些该透气的地方要透气，是吧？把这个一画了以后，就明显你就感觉到开始几个不太舒服的问题迎刃而解啊，迎刃而解。包括这里一会儿也要画，我们用小笔来画了。再往顶上这里画的时候呢，就用小笔。好，你比方说它这里是往上。是吧？我这个地方啊，就有一只往下掉的一个倒挂松，是吧？倒挂松，其实画的时候很简单，它们这个已经比较远处一点的了，你看哈，我只需要画了以后，在顶上这里点上几点，
有这个树的形状就可以了，不要像前面我们画的树啊这些还这么清晰。一样的，该透气的地方一定要透气。远处的松树呢，有时候是很简单的，像这个还算是可以了，我至少还在点。有时候啊，就是一条线就把它树顶就把它解决了。好，你看把它画好以后，哎，顶上下面这里，它的目的就是跟这个地方上下的松树啊，哎，这里有个衔接。你看，我们把它画好以后，有些地方可以点点苔，包括这个石头上，稍微点点苔，然后呢，这边这里它的一个交界的地方，也是一样的，它有很多的层面，有石头，有草坪，有前面的石头，它这个哎，就通过这些画的一些小树啊，这个，但是你这边就不要跟这边这棵树是一样的，这边就直接是树枝，这也是树枝，说不定到时候在树枝上看，根据情况点一点啊这些。有些树枝也可以到水中来，把这里画了以后，好，我们现在将就这个笔调点颜色。你看我刚刚是焦墨笔上是比较深的墨，马上这里调点墨，调点那个山绿啊、白色呀，你看它就变成什么样？色墨比较嫩绿色呀，或者是，就跟大家说了，这一块我是要画什么呢？要画树的稍微画上几笔，这里的树就不要画太高了。你想它这个是这前面的树，它是通过它再到后面，就是后面一点的树了，是吧？所以画的太高的话，哎，它跟前面会有抢。当然也不要画太浓，我们画太浓的话，它也会跑到前面来。你看，所以说我开始用什么呢？这个。关键是在画的过程中，如果把它画的太大了，后面的这个瀑布它就显得不雄伟了。所以说，基本上在画的过程中都要考虑我们各方面的一些诉求。好，你看画了以后，还是拿这个小笔，这个笔呢是我们6支点字笔里面最小的那个小狼毫。大家可能觉得，哎呦，小狼毫这个很小。它其实小是小它可以有很多的用途你看我们这支笔呢，当然也是属于是已经下岗了，我让它再就业的一个过程，就是它已经画房子或者画写字这些包括画小鸟，已经比较画秃掉了，再画这些它达不到很好的效果，干脆我就让它怎么样下岗了，不要它画房子。
画房子，哎，你现在可以干什么？就画一些树啊这些，它又可以再上岗。好，你看我们把它画了以后，再往远处，后面一点的更简单了，就直接，因为它这个已经很浅了。就是说，这后面这个哈，你又不要把它全部画满了，又能看到后面的水，哎，但是又有这些树把它挡住，啊，这是一个，这里也是一样的。你看，我们再往后面画的时候，就这些树啊，就是写一，只是这个一啊。要注意是长长短短的，有疏密关系的，啊，不是平均的这个哈。这里也是该点台的点点台，然后呢，该添树的加点树，把这些小树一加，像这个也是一样的啊，这里有石头，这里有水，这里有石头，几股水相交的地方，我稍微来一棵树。老师用的笔是5支专用笔啊，不是6支，不是6支，5支分别是大石欢、中石欢、烘云笔、小蓝毫、点子笔啊，是5支。颜色是6种颜色啊，颜色的话是太白、藤黄、胭脂、三绿啊、太青蓝啊、藤黄啊这6种颜色。你看，我把这里稍微加色，加了一点这个树以后，马上你会感觉，是吧？这个地方。有些问了，哎，怎么石头上还长树啊？大家可以到这个大自然中去看哈，那这个瀑布中间的石头树长得是特别好，为什么呢？它这里不缺什么？不缺水，一年四季这个水流着，就会让整个的这上面的这个植被啊都长得非常好。啊，当然我们这里的树哈，不要画太大，啊，不要画太大，稍微有点变化以后，你会觉得，哎，这里面就丰富了，是吧？好，再往后面走的话，我们可以适当的再加一点，再加点什么呢？我们刚刚，哦，这里开始没有处理。要把它吹干，不吹干的话，一画就是一个大点子。一样的，就调很淡很淡的，
很大很大的一些这个在上面，在它的后面画一些什么这个树。你画的时候大家看哈，都很简单。这是后面的山。看样子又要好，我们现在就拿来摸稿，基本就画完了。摸稿画完的话，我们还是像上次那个画的细啊，我先干什么呢？干染好了以后，我们再修习，要不的话是很麻烦。莫稿老师已经拍了照片了啊，这个大家放心，已经拍了。好，我们现在就开始调色。调色干什么呢？我先把这些树啊，这些先干染了啊。整个大家看哈，整个这个画面啊，大家觉得画出它的气势了吗？哎，觉得画出气势哈，给我点个赞哈。扣个666，这是可以扣666。我们这里调色了。像这些颜色都有用，开始这个颜色哈，好，谢谢大家的666啊。你看我们这里它有一些，相当于我就说蒸馒头留的老窖一样的哈，现在好像都已经有专门的面，直接啊大家还在点啊，谢谢。直接就是那个就可以蒸馒头。以前我们觉得我小时候，我母亲他们在蒸馒头的时候啊，都会留一块，留大概拳头那么大一坨面，叫老窖，我们叫四川叫老窖，我不知道你们叫什么老窖啊，我不知道你们叫什么哈，肯定啊好。然后下次蒸馒头的时候呢，你就直接把这个馒头面揉进去就可以了。你看我们现在，太青蓝，加点胭脂，这个时候其实刚刚这个多了一点，还行，稍微多了一点这个胭脂，那我又没办法，只能又加点颜色回去，通过用太青蓝又把它压一下。好，你看，基本上来就可以了。可以以后，我们现在干什么呢？就是把有下，刚刚本来是可以去染的，就说我们画水的时候，哎，就是把周围的这个色调啊，把它染一下。你看，我们首先把这个树啊。这个时候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该染的地方去染它哈。你比方说，这前面这个石头亮度啊，就不要去管它，但是你可以把它后面染得非常深。通过把后面染了以后，你才能够更好的把前面怎么样呢？衬出来。谢谢啊，老师画气势磅礴。
我们说实话，每次都是利用不多的时间给大家完成一些很唯美的画。你看，我都挑一种比较深的颜色，先把这个树的下半部分先染一下。在染的过程中，有多余的颜色，我们就可以去染到这山石的下半段。它反正是这样子的，你现在染了一会儿，这个打湿以后呢，这里就少染一点。你现在不染它，打湿的时候，这里就会多染一点。关键是怎么样呢？在干的时候啊，干染它会使这个画面的色调颜色更加的厚重。打湿了染的话，它要染更多的层次。还有一般来说，我都是在什么样呢？就是我不要调的颜色，刚刚那是因为我调这个胭脂色的时候，一下多调了，所以说这个盘子的颜色就会多一点。那怎么办呢？哎，我就会把有些山石啊这些再染一下，就争取我在调色的时候都是每一次调的颜色都把它用光，除非我是要留，就是说我刚刚说的，为下面调色的时候留一点老调。用点染的形式把这个松树染好。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透气的部分，就不要把全部都染了，该透气的地方一定要透气。好，把这个画了以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些，你看，把这个边缘，一般都是染什么？就是它的边缘、下半段。还有这个草坪的，如果还有的话，你觉得这里面还有颜色，可以染到这个石头上来。好，基本上把这个染好以后，我们再看我们盘子里，的话，基本上就只留了一点。好，我们这里调的颜色，好，你看，我们就看盘子里就只剩了开始这么一点颜色了，是吧？这个时候鼻上还有颜色，我们首先染一鼻，哎，你看。马上就会把鼻里的颜色呀、盘子的颜色呀都柔和了。这时候加的时候注意不要一下加很多。刚刚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在上课的时候就刚刚说了，我用2节课的时间要画一张这么大的画，而且这么复杂的画。其实你看，我都是在。又要保证速度的情况下，还要保证质量，还要保证质量，但是有时候都是在非常这个强节奏的情况下画出来的，有时候说动作会快
快一点。好，你看我们在刚刚剩了一点颜色的基础上，太极蓝、山绿、藤黄，基本上啊，这个时候就加了山绿，基本上会让这个颜色比刚刚那个颜色呢就要亮很多了。好了以后，把这个这个时候是染的第二层颜色啊，第二层颜色我们染了以后，大家看，在染的过程中，哎，我把第二层染了以后，然后还要和第一层呢把它完全交际一下，就都要一直染到底。我刚刚点的这个树啊，刚刚点的这个树啊，再通过这个都把它染进去，基本上不要它流亮，为什么呢？就要透过它，你看把它全部染了以后，透过它看到后面的水，是吧？后面这个水线就是通过把这个树染了以后，哎，它的一个层次感非常明显，一下子透过它看到后面的水，是吧？好，然后这个染了以后，我们刚刚染的这个草坪的话，只是染了个小局部，这个草坪本身就画面上是非常小的一个面。好，这个时候染这个松树的时候，由于这个树呢它也是很小哈，所以说我们也不要大面积的去染它。第二次也可以用点染的形式，只是水分比第一次要多很多。哎，你看，基本上就要染下来了。啊，染下来以后，如果盘子里还有多的话，我们把这个后面的云的颜色呀这些，哎，把它稍微强调一下。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为了让这个云啊更厚重，我们先把它跟它这个树的衔接处理好了以后，倒是在烘云的时候根本不要去管它，只需要烘上面啊，这样子的话，你就会怎么样呢？就会很好的跟它们衔接好。你看，我把它一画了以后，盘子里颜色用光了，我们现在准备再调点颜色，啊，这个时候你看也是留了一点点，是吧？第三层颜色用不到多少，就加一笔水就够了。这个时候就要把这个盘子的边缘，
把笔里的颜色都要把它使劲的揉出来，揉出来以后，基本上第3层颜色做完，盘子就要用的很干净很干净了。你看我们第3层。第3层这个颜色就会怎么样呢？就会很亮丽。大家看，跟第2层颜色比起来，第3层就非常的亮丽。我们现在去染什么呢？这个树现在如果不管它，你会觉得这个树显得不舒服，是吧？我们就是因为什么？我们现在染第3层，染的时候。要注意，你看，基本上第3层染完了以后，我这个树就只剩了一个什么树冠，下面包括这个边缘，下面这些边缘都基本上都被照过去了。你看我们这棵树好也是一样的，我们第3层，它就把第1层和第2层又再照一次。你看，就让这个第1层、第2层、第3层非常融洽的非常和谐的。你看，好，然后我们画完以后，就剩了这么一个顶部，千万不要从中间1圈、2圈、3圈，最后留一个圈。好多学员我看有很多学员就是这样子的这样子会使这个画面，会使这个树显得特别的不舒服你看，我们这每棵树。基本上就只留了一个顶部。包括这个房子后面的，我们刚刚说的云的这些环境色，都要把它染一层。虽然我的颜色第3层的颜色很鲜艳，但是由于我这个本身房子后面的颜色，它是有比较深的，所以就即便你看我现在染上去，你也不觉得它这个颜色鲜艳了，因为它有底色。把它画好以后，现在我们这个将就这个颜色，我们把这个什么呢？把这个草坪后面把它染一下。这个时候草坪3层就够了。注意画草坪的时候，行笔慢一点，让它非常饱满的。把这里都画完以后，然后我们有很多地方就可以将就这个颜色，我们把这个瀑布这个染一下，因为刚刚这个瀑布这些都还没有染这个
染第3层或第4层。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手要稳，一笔一笔的，手要稳。你染的不稳的话，千万不要把这个，要染下来，你看染飘过去了，或者是染歪了，一定要注意这个水，它才冲下来的时候，它可能是有斜度，但是水是有重量的，它冲下来以后，它冲到一定的时候它由于它有重量，它会垂直的，它如果不是遇到阻力，它不会去怎么样呢？不会去转弯，除非遇到石头了，它转个弯。如果是就这么冲下来的话，就这么冲下来，它肯定是直直的往下掉。我们正好利用这个。这上面都无所谓了，反正一会儿再染的时候再弄它。利用这个空间，我们就把什么样来？后面这点颜色把这个石头稍微染一下，染了以后，再把这个水，因为是远处了哈，我们这个颜色上呢不一定太讲究，再把这个水的层次，再把它染一下。染的时候注意哈，你看，在它的交界处可以多染一下。这也是它的交界处。其实再往下面走的话，这些都把它都收起来了，这些都收起来。在收的时候就要注意它的水的层次。多余的颜色正好都要把它用光。一般来说，靠近水的地方都是用干染的形式把它染了。像我们这条线，是吧？包括这条线，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你现在不去染它，到时候你在打湿的时候去染它的话，它有可能会怎么样呢？会跑出来。好，把它画了以后，
基本上我们再看盘子里差不多也没什么水分了，把多余的颜色呀都把它用到，基本上都全部用到这纸上了。好，这个时候我们再调的颜色啊，我们再调的颜色，首先看哈，刚刚这个盘子，把它调了以后，这个盘子基本上呢就把它干净了，非常干净了，是吧？这个时候把笔在盘子里也洗一下，把盘子里一些还没用干净的颜色，再把它清洗一下。你看，基本上我这个水，也没有因为洗了这个笔以后，这个水变得很脏，是吧？好，这个时候我们就调半滴水就是了。我们藤黄。白色，好，基本上我们过来看一下，加一点点坐标，可以了。我们看一下这个最亮的这棵树画到哪里？一般来说，我会考虑把最亮的这个树呢画到，比如画到前面一点啊，一般会画到最前面一点。染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注意基本上。我刚刚说了吧，我们基本上就把这个树冠处留出来的，现在就把这个树冠染了以后，也要把它拖一下，拖下来一点，让它跟刚刚染的3层颜色很融洽的衔接到一起去，是吧？你看这个树，它就非常的融洽，是吧？把它画了以后，我们再调点颜色，我们加珠标。在这个基础上直接加珠标，就明显叫怎么样？比刚刚要红一点了，是吧？可以把这棵树染得稍微亮一点，因为这块石头它比较暖色调一点，我们跟它协调一下，也是一样的，把这个颜色和下面融洽一点。是吧？好，将就这个颜色，我们再把靠近房子边上的你看，把靠近房子边上的这个，再染一下，因为一会儿这个房子里面有很多的珠标色呀，这些，所以需要它来过渡。过渡，我们再看一下哈，哪里还需要比较亮的颜色？在染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这个颜色呀，在染的时候也是要怎么样呢？也是要这个。你不要比方说这一排这里，虽然我这里你看都有大小变化，是吧？都有大小变化，但是它这一排过去，那我们在调色的时候就要注意了，把有些加深，有些很亮，有些很深，是吧？就让它的层次就更丰富。我们把这个画了以后，再调的颜色。在这个基础上加什么？加3绿。你看，在基础上加3绿。
刚刚就想把这个数加了，但是我觉得算了，把这个数加深一点，加深一点以后，这两个数它比较亮，它比较深，一下子就增加它一个层次。至于后面的这些数其实后面就很简单，后面的这些我们再说。好，我们现在就可以稍微加一点钛青蓝，加点颜色。在输的时候呢，这个颜色的它是调的比较频繁。哎，你看会在这个基础上加点钛青蓝，加点胭脂、藤黄。反正总的来说，这个颜色要比前面的颜色要深很多。刚刚说了，这棵树。这个数明显就比这个要深很多，一下子你看两颗亮的，一颗深的，是吧？就到后面去了。至于这个后面也可以加一颗深的，就是它是防止后面的，让它深下去以后，一层一层的往后推。这颗亮的也把它压下去，把它压下去以后，它就把它衬出来了，是吧？就把它衬出来。至于这后面这些其实都属于是那个无所谓的了。我们基本上就将就这个颜色，把它整体的染下来。哎，到时一看，它是一个非常整体的几重树。你们看我把这里都加好以后，就可以放大一点这个树，就把这一重树把它放大。加好以后你看，它整个来说就很有层次。虽然你会感觉到，哎，这些树的颜色很深，但是由于我的底色基本上把它做得很好的话，它就不会显得深这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我们就染房子。染房子又拿小笔。首先第一，我们调点颜色。鼠标，加点墨，你看就变成赭墨色了，好就可以了。染什么地方呢？屋檐下，一般染房子也分3步。你看，把屋檐下这里。你看，都把它这个屋檐下这边都画好，染好以后，我们再加颜色。然后，坐标加藤黄。这个是颜色要干净，所以说你看，我就不到这些地方去混，颜色干净一点。把它弄好以后，
这要注意什么问题啊？染第二个步骤，染第二步，你看第二步是吧？明显比第一步就亮很多。这些基本上第二步就染好了。这个房子也不大，所以说染起来很快。将就这个颜色，把这些路用勾染的形式染了，还有将就这个颜色，把这个树，因为今天这个有树感的地方并不多啊，我就你看把这个树感给染了，是吧？很简单，很简单。把它染好以后，我们就再调点颜色。这个时候，我把这个盘子啊洗干净一块，白色加藤黄，你看以白色居多，非常的非常的亮。将就这个颜色，把这个房子的底部，你看通过它把它染一下，这样子这个房子它就有层次了，由深逐步到亮的一个过渡。你看，基本上这个房子就染好了。染好以后，好，然后就是屋檐下就染好了哈。染好以后，我们直接加点珠标色，干什么呢？就是把这个没有瓦的地方，可以通过这个珠标色呀，把它染一下。我刚刚给大家说了，就是说，哎，你看我这个颜色会红一点。是吧？它这里呢，红色就跟它两个有个交际，把它画了以后，直接蘸珠标色厚一点，我们可以在这个门上、窗子上，你看用这个珠标勾一下，稍微勾一下，就是像对联一样的，是吧？像对联一样的。把这个画完以后，乱七八糟的颜色啊，把这个瓦调一点坛子里的灰色调，把这个瓦稍微的屋檐下的稍微染一下就可以了，不要去染太多，就把屋檐下染一下，让它和上下呼应。哎呀，基本上大家看把这个干染就染好了。染好以后，我们就休息一下。我主要是把它吹干把它吹干以后，我们到时候留点时间就可以烘匀了。
你看我们现在吹干了以后哈，看整个这个效果，这一袋就显得非常的丰富了，而且整个它的层次啊这些哈也是非常的舒服，包括我们这个水。上面的瀑布，现在只是干染完了以后的效果，一会儿我们打湿了烘染以后啊，它就起。好，我们就准备上课了啊，因为时间比较紧，这个今天肯定要给大家拖堂。刚刚呢，我们干染完了以后，哎，也可以干染完了的效果给大家这个照个相。干染完以后，首先第一个你要把它吹干，是吧？只有吹干了以后，你一会儿再打，像我现在要打湿的时候哈，然后这些颜色它才定下来了，啊，这个我相信我们学院学了这么久，应该也知道了。
打得非常的湿。好，湿到这里，甚至你看这里有很多的都起什么样了？那个粘到这个砧子上了，我们可以适当的处理一下，是吧？啊，处理一下。好，然后这个时候我刚刚给大家把这个吹干以后哈，赶快去干什么？去把手洗了。就这样已经很漂亮了，呵呵，谢谢。这个时候啊，这要注意什么问题呢？注意，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个，一定是要把这个纸一打湿以后，它就会怎么样？会膨胀，一膨胀也会感觉，你看这非常非常都拱起来的，是吧？这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就要把它通过这个把它给拉直了啊。在拉的过程中呢，肯定是要注意好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你看用了7块磁铁，是吧？这个时候你不要就用2、3块磁铁，那你肯定因为纸一打湿了，它重量很重的，啪就下来了。你墨稿干染是吧？花了很多的时间，结果一下子掉下来，几乎就捡零件了啊！所以说千万要注意多一点磁铁啊，多点磁铁。好，在弄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试着来。你比方为什么我弄7块磁铁呢？有1块是中心点，然后3块磁铁依次往外推，你不要全部那个一个一个的磁铁往下弄。现在我们是很湿，所以说它基本上手一去，它就粘着，它就手跟宣纸是粘在一起的，它就很容易把它拉平了。你看，基本上这边就平了，是吧？这边平了，但是这边没弄之前，这都还是动的。好，我们想办法，你看1块磁铁，手压住它，它就不会往下跑，是吧？这么一弄，它就平了，把手放开。这放的时候注意因为纸太湿了，它是粘在手上的，轻轻的把它拿好，然后以此类推，也是一样的，拿了手压住它，这就平了。这都是我们画画特别，虽然感觉好像微不足道的一些东西，但是我都给大家讲到避免大家少走弯路，是吧？我们把这个画了以后，弄好以后就把烘匀前的一些准备工作就准备好了。准备好以后，就开始调色。首先看一下，观察一下它这个里面，大概是个什么色调比如说，我们就看这些里面的色调，大概是个什么色调看好以后，因为我一直跟大家说，我们是要做到什么呢？这个云山是什么颜色，烘云的时候，云就是什么颜色，好吧？好，开始调色。没多少云，也就差不多，可以适当来一点之前的这些颜色。太极蓝，胭脂，沙绿，藤黄。你看，基本上就是我们常用的这4种颜色先进去了以后，好，再根据需要，藤黄稍微加多了一点，我们可以再回来一点。好，再根据需要，我们比方说，这个时候加一点白色，
是吧？白色一来，因为画云嘛，要柔和一点。这个时候你可以用珠标色，去调它。珠标色是非常火爆的颜色，它是非常亮丽的颜色，但是在这个颜色里面，和它对比来说，珠标色加进去就是降火的。你看，哎，这里很鲜艳，是吧？我珠标色一去，马上就把它这个鲜艳程度往下压了一下，就不至于这么鲜艳了。因为这个时候珠标，它是它的冷色调的反向色标，珠标是暖色调，现在我要调的是冷色调，所以说它跟它相反的颜色，它去就是降火的。我们调的这第一个颜色是非常重要。基本上今天烘云就是以这种颜色。又不能把它调得太污了。有些学员啊，在调色的时候他把整个这个颜色调得脏兮兮的，调得非常脏，所以他染的这个云染上去以后就会显得特别的怎么样呢？特别的不舒服，看着很脏兮兮的感觉。所以我们就是在烘云的时候调的这个颜色，一方面让它厚重，让它能够沉得住，不要太鲜艳。第二方面呢，也不能太脏，这个就要掌握这个度。好，基本上调好以后，我们可以在盘子里，不是，在这个拿张这个仙纸，干什么呢？哎，看一下，把这个颜色弄下来，再看看我们盘子里的颜色。我还觉得还不够厚重，因为我们现在要调的这个颜色一定是要怎么样呢？一定是要比画上的这个颜色还要深，它是打湿了的。纸是打湿了，然后你染到纸上，你会觉得哇好深哦。其实它干了以后它会浅很多。所以我们一定是要掌握这么一个，也是一个度我开始觉得我蘸了一下，本来颜色是合适了，但是蘸了一下呢，觉得还不够深。哎，明显这个颜色就比开始的颜色要深一点了。好，基本上就可以了。调好以后。把你所调的颜色揉到笔根去，把笔尖挤干，笔尖沾水，好，可以了。边画边要分析，哎，这个云的这种感觉。这个要注意什么问题呢？要注意，我刚刚留云的那种留云的位置已经留得很到位了，你就不要去通过烘云你比如说我在这个位置上，是吧？不要通过烘云一下子把它拉完了，拉过去了以后，好了，那你整个这个云就被你开始这一调就。云是讲究透气的，
所以说我们在烘匀的时候，像这些啊都是要特别小心。这个匀上去转过去是吧？转过去它都是要有透气的那个。边画边洗鼻尖，你看，如果我不洗鼻尖的话，哈，因为上去顶上这里就是有颜色的，所以说把鼻尖一洗，它马上顶上，你看它就没有颜色，就是很干净，这样子这个匀画出来的层次感才比较好。这个时候可以把这两个磁铁绕开一点，放这里了。边画边分析，因为匀，就即便你是临摹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哈，其实真正你在画的过程中啊，它就完全就不会受你的控制了。所以说，几乎就是在画的时候边画边分析，它目前这个状况，哎，看是个什么情况。因为毕竟是临摹，不可能完全一样。你只要把它的技法掌握好，只要把技法掌握好以后，至于形状的话，会根据自己的一个理解去画它。每张画都不一样。现在大家看到哈，哎，觉得怎么样？我就觉得，哎，某个地方如果不舒服，我有些地方说不定就让它似断非断。当然，我们一会儿烘匀还需要它怎么样呢？还需要它这个同染。这里要注意，我把这里画的很细了哈。那这边呢，像这一块就要留的块面大一点了，就要留的块面大一点，不要到时候都是画的这么细条，那就乱了。我们不管是画山石也好，画树也好，画水也好，要有疏密关系。哎，画匀一样的哈，一样的，你可以把这个地方画的稍微细腻一点，是吧？在烘染匀的时候，你看我在烘染的时候，都是很强调它的一个过渡。好。
好，这里是炊烟，就是我就给大家说了，我们不要画个炊烟，直接呜就画的跟云一样这么高，啊，是吧？这个时候你看我就要怎么办呢？现在染的差不多以后，我把这个炊烟啊到顶上，几乎就让它。啊，几乎让它是看不到。好，这个地方留的比较大以后，这里呢，它是一个比较衔接啊树跟云衔接的地方，我基本上你看又是比较细。这边是山跟水的一个衔接，你看这里我把它画的也是比较复杂。好，基本上这一笔，其实要画还能画出很多来，啊，它笔根啊一直都是有颜色的。现在5点钟了啊，今天同样耽误大家一点时间，把这张作品完成之后再下课。哎，你看这个云是不是啊？就出来这种感觉啊，就是要利用这个笔上水分已经这个颜色的成分越来越少的情况下，我就画出它一些很舒服的、很柔和的一些感觉。如果这个时候笔上的颜色还很多，它还不容易把它画得太好。不停的去染它啊，就能染出一些很好的一些效果。好，我们这时候实在没多少水分了，将就这个颜色，我们再也是刚刚调匀的颜色哈，我们再把它蘸的饱满，然后再刮干、挤干。可以，现在笔上的颜色比较多，我先没忙去画那个水下的，因为画水下面呢要柔和一点。这个时候画哪里呢？这边。哎，这里就有那种云啊，一丝一丝的云往这个山中间，在逐步的变化啊。当然这些呢，就是我们最近啊在外面哈，正好下了雨。我们住这里本身就是山区，你看这里哈，觉得好像这个云没多少云嘛。它会突然一下子就从山里面蒸发出好多云彩出来，那真的是坐看云起。
感觉。你看这是不是有好像是从顶上的云逐步的往下。边画边调整这个鼻上，它因为越画的话，它鼻上的这个就是颜色会越少。哎，这个时候去逐步过渡一下。你要画它的第二层，你看，你很简单，就在开始淡的地方啊，你稍微再加一点，它就增加一个层面。啊，好，现在鼻上水分颜色又是少一点了，又可以到这里来，把这个云再继续完善它。一个是这里啊，另外一个顶上，这里虽然好像没多少，是吧？哎，但是它也需要烘染它。我就说了，这个鼻上没多少水分，哎，没多少颜色了，但是呢，你使劲去压，还是能够压出一些颜色出来，正好就可以适合烘后面的云。你看我们这个在画的时候哈，其实我这里用了很大的劲。好，这一块你看，就隐隐约约的让它这个出来。把它都画好以后，我们就换个盘子，把有些云的感觉啊，这些把它同染一下。这时候我们看盘子鼻上其实还有颜色，不管它了。同染云的颜色呢，一定是要比较这个干净的啊。我觉得鼻上水分颜色还比较多。把鼻根的颜色就揉出来。哎，你看加了一些太青蓝、藤黄，再多加点水分，因为我刚刚说了，这个颜色都要它干什么呢？非常的亮
把这水下面都稍微染一下，然后这后面也是把它稍微过渡一下。老师为啥不画蓝蓝的天空白云？蓝蓝的天空白云的话，它主要是什么样的？就是说它画出来以后，跟我们的彩墨山水蓝不是太融洽，它太像照片了。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在同染云。你看这怎么同染呢？其实云啊，该流量的地方一定是要流量的，一定是要流量。那哪些该流量呢？像这一块，是吧？该流量。好，然后有些地方该同染进去的，但这里要注意哈。你看我这里非常变化丰富，不等于说是我这里把它捅了以后它就没了。大家看，它照样在。照样在，而且它就这样子就增加了好多层次。这个时候我们就干什么呢？大家看这个云的感觉啊，我相信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见过，在山里面哈，你比如说有时候下了雨以后，是吧？突然一下子，哎呀，就有云从山底飘起来那种感觉，哎，我们就是要想办法把这种感觉啊，这个找到。你看，我们现在把这个云这么画下来以后哈，这个云的感觉啊，这就出来了，是吧？出来以后，好，再把它们记住，我在染这个瀑布的时候啊，不管我怎么去染它，啊，我都要保证怎么样呢？顶上，保证它这个顶上是亮的。你千万不要说是染了以后就忘了，就把顶上一起染。我都染它的下面，是吧？都染它的下面，然后再往这个顶上。染它的时候，这里适当加了一点钛青蓝，把这个底上如果你觉得这里让它也不要太反差太大，那我可以适当的把这边上这里稍微染一下，是吧？把这个亮留到这里，这也是分个层次出来。
你看，把这个染了以后哈，基本上这就染好了，染好以后，就云就染好了。好，我们赶紧把这个水下面这个水啊，再同染它一下。下面这个水怎么同染呢？就是说，一般来说哈，像染到这个程度以后哈，我就把靠近纸边染一下，然后呢，把水与水之间的层次这些地方，你看，我们就说有倒映的地方多染一下，是吧？然后这个水的层次，啊，这边这个水的层次，就是从整体来染了，不要去想着一个局部啊这些啊。但是你看，我不管怎么去染它，我都是在这个水的边缘处去染，该流量的地方我动都不要去动它，这就可以了。把它染好以后，我们再调点颜色。我们首先看起来胭脂，调成那种就是这两种颜色，有点带紫色调，哎，你看就可以了。干什么呢？把这个边缘下面这都过渡一下。这边也是一样的，你看，包括这个路，还有这个边缘下面，哎，基本上就把它就照了。好，把它染了以后，我们将就这里还有一点颜色，把这些边缘啊跟水的衔接处再照它一道。把它弄好以后，我们这里调的颜色。这个时候也不要调太多颜色了，太青蓝加藤黄，你看这个颜色很鲜艳。多了点，哎呀，藤黄再挤一点。这只需要一点点藤黄了。好，在这个基础上，可以适当的加一点点珠标色。我这里等一下的目的是为什么呢？为了第一层的颜色呀，为了第一层的颜色稍微收下水汽，干什么呢？你不能让刚刚染的这一层颜色，你看再照它一层。
这要注意，不管我去怎么染它，怎么去这个它哈，这是第二层的过渡色，哎，它把和第一层颜色，它就明显就融为一体了，多染几道。但是不管怎么去染它哈，它整个的这个颜色一定不能去什么，不能去把墨挡住。这也是把开始的过渡色好，把它染了以后，我们再调点颜色。大家看，哎，这盘子里还有一点颜色，这故意留下来的。反正我们这里做赭石色的话，它也需要这些绿色。你看，我们就可以加点，在这个基础上加点珠标，是吧？本身有绿色，深绿色我就不加了。橙黄，哎，就变成什么？就变成赭石色了。来，我们调好了以后，这个地方适当的让它有一点点感觉，有点感觉就是了。啊，它会亮一点，会有一点亮。将这个颜色，把这个路用勾染的形式，用勾染形式把这个路染出来。染的时候要注意路要留亮，要留点亮，是吧？我们把这里画好以后，好，这个地方也是用勾染的形式去染这个山石。哎，你看这个山石一染，它跟这个树它有产生关系，是吧？然后再往这边走，我们也是用勾染的形式，在染的时候把刚刚的第2层的颜色过渡一下，把它过渡一下，这样子的话，它就感觉到哎很自然的，它们就怎么样呢？就过渡过来了。在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是说是每个地方都染，哎，有些地方局部的地方该留亮的留点亮，主要流量留到外面，里面这些地方
要留的话，也不能超过它。包括后面这些，也可以适当的。适当加一点点这个坐标色呀，这些就是赭石色。我们把这里都调完，就画完以后，我们可以退后看一下，看个整体，移到中间来。你看啊，这个云的感觉啊，大家看这个云的感觉是吧？包括整个山石通过这个就是这几块亮的留的衔接留下来，看哪里还不舒服哪里还不舒服就可以再把它照它一层稍微照它一层。同学们，今天我们这个通过加了一些这个元素以后，这段话其实很复杂的这段话我们给大家耽搁了一点时间，耽搁25分钟时间。是作品不能截图，可以截图呀，这么多人都在截图耽搁一点时间，但是大家看我的性格就是不管是不是给大家耽误时间了，不管是不是给大家超时了，但是我在烘染的时候都是非常认真的。这个云我觉得今天还是很成功的这个云的层次云的层次，你这里面就有好多层次是吧？然后云涌下来的感觉是吧？包括这个水下的这种雾气这些我觉得都应该是认真的去完成了这段话我是一直都是秉承这个理念就是把自己最好的状态留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怎么样呢？通过这个我们这个网络班的学习都能学习到我正宗的一些画法现在我有很多的学生也在上课大家肯定好多就跟我另外的一些学生在学习，我觉得都是挺好的但是呢，就是作为我来说，我也是非常认真的去给大家去把我的这个基本的技法给大家传授，让大家能够学到非常正宗的画法。这段话呢，我觉得就画到这里了就画到这里。希望大家呢，通过我完成了一张这个完整的画因为我们这学期的话，我们基础班它这个就是这么完整的画还是不多的下周再有一张4次的再有一张4次的希望这段话给大家能够提供更好的学习的一个方法，好吧？好，同学们再见各位老师大家辛苦了耽误了大家27分钟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第17课就上到这里。那么第18课、第19课是画4尺束缚的了也方便很多学员的话学习之后自己画得很好了去参展。各位老师，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下周我们精彩继续，再见。